恐怖副本降临，我却坚信这是乙女游戏。半夜，红衣男鬼从电视里爬出，笑容阴冷，弹幕都替我默哀。新人喂，我一脸幽怨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吗？红衣男鬼看到他迟疑的模样，我揪住他耳朵，语气愤怒，不想对我负责了是不是？红衣男鬼脸红了，他结巴道：想的。弹幕炸了，起猛了，看到 BOSS 被玩家拐跑了。我叫苏颂玉，是乙女游戏爱好者。这天我刚打开电脑，就看到闺蜜给我发了一串网址。宁宁，阿宋，这款新出的顶级乙游好玩又刺激，里面的男纸片人个个帅的惨绝人寰，你肯定喜欢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瞬间来了兴趣。然而打开网址的那一刻，我却失去了意识。再次睁眼，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城堡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道充满磁性的男声就在我脑海里响起：叮咚，欢迎玩家苏颂玉进入游戏。副本名称：迷幻古堡，副本难度 S 级，主线任务：在古堡里顺利存活5天。祝您好运常伴，器官常在，游戏即将开始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嘻嘻嘻。闻言，我眨了眨眼，笑容扭曲。不愧是顶级乙游，不但能沉浸式体验游戏，就连发布任务的初始音都这么好听，简直是本声控的福音。至于任务，笑死，根本没听。我美滋滋地推开了大门，一排高颜值的男仆后在门口冲我齐声道：小姐，晚上好。他们的脸上虽然都戴了一个画着红色诡异笑脸的面具，但从那宽肩窄腰的身材，不难看出这些男仆个顶个的都是帅哥。外面冷冷的，我的心却暖暖的。这样想着，我随手摘下了距离我最近的男仆的面具，剑眉深目，果然是帅哥。得到满意的答案，我吹了声口哨，又帮他把面具戴了回去。看到我的动作，所有男仆齐齐扭头90度，10几张红色笑脸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嘿嘿一笑，暗恨自己不是千手观音，不能一睹所有帅哥的真容。怕他们伤心，我赶紧小跑起来，远离了这个是非地。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弹幕急速滚动。好家伙，这姐妹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 NPC。楼上的，我专门去查了这个副本，这些男仆可不是什么 NPC， 而是游戏 BOSS， 专门用来监控场地的分身。我真的要笑死，如果目光能杀人，他刚才已经死了千百次了。提前为这个漂亮妹妹点根蜡烛，希望她到时候走的不要那么痛苦。古堡很大，当我顺着走廊到达大厅的时候，那里已经汇聚了8、9个人。看到我，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不耐烦道：喂，还不快点过来。我困惑地歪了歪头，他更加暴躁，咒骂道：说的就是你，那个摇头晃脑的蠢女人。我慢吞吞地走了过去，一脚将他踢飞。中年男人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发出痛苦的嚎叫声。确认他是真人后，我有些震撼，这中年大叔居然也是来玩乙游的，果然人不可貌相。其他人看到我的举动，纷纷后退了一步。场上一片寂静。虽然不知道乙游为什么还要组团攻略，但我还是主动道：都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叫苏颂玉，通关过6、70场游戏。这是真话，市面上的乙女游戏我几乎都玩过。闻言，所有人脸色一变。如果刚刚他们的表情还是惊恐，那么此时就变成了呆滞。左边的女生咽了口水，怯怯道：我叫顾优，通关过3场游戏。她看了我一眼，小声道：大佬求照。我腼腆一笑，决定找个时间把自己所有的游戏经验都传授给她。除了顾优，其他人都态度冷淡，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姓名。轮到最后一个花臂男时，他更是嗤笑一声，满脸不屑：我通关过9场游戏，不靠什么，就靠自己的能力。某些人别太会吹牛，不然今晚要是第一个死了，岂不是脸面全无？察觉到他的恶意，我虽然有些无语，但仔细思考，倒也能理解。和普通的乙女游戏不同，这个游戏相当于一场竞争，谁先攻略乙游男主，谁就获胜。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互为对手。我外貌和身材的先天优势摆在这里，如果我是花臂男，也会是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。脑海里那道低沉沙哑的声音又再次响起：远道而来的客人啊，热情的古堡主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住所。在场一共9名玩家，但条件有限，双人间只有4间。所以是哪位客人想要住豪华单间呢？要不我们抽，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。我掷地有声道：我要单间。本以为会有很多人跟我竞争，然而大家震惊地看了我一眼后，都默不作声。顾优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只是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不是，苏颂玉真选这间啊。说的好听叫豪华单间，说的难听就是加速死亡的单间，发生什么都没人帮你。一时不知道他到底是大佬，还是嫌自己死得不够早。苏颂玉是 strong 姐吧，他要真闯过6、70个副本，我直播倒立吃屎。那个花臂男好像挺牛的，我之前看过他的其他副本。这个副本的 NPC 据说都挺凶残的，祝这些玩家好运吧。已经开始期待晚上了，血腥场面多来点，嘿嘿。对这些弹幕一无所知的我，只听到脑海里的男生顿了顿，随即不情不愿道：恭喜苏小姐成功入住单间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中多出了一把钥匙。
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有些不可思议。双人间，那岂不是做什么都不方便？单人间就不一样了，古堡的隔音应该挺好的吧？嘿嘿，果然这些玩家还是太年轻了。我心满意足地上了楼。豪华单间位于2楼走廊最靠窗的位置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我注意到两边墙上都挂着很多张精美的油画。油画上是容貌各异的少女，当你穿过走廊时，会有种被她们一直注视着的感觉。我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身，与最近的油画少女对上视线。她身着一袭白裙，那双黑到不正常的眼眸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她嘴角的笑容弧度好像越来越大，我勒个豆，头皮发麻了。苏颂玉愣着干什么？快跑回房间啊！啧，我看不用等到晚上了，她现在就会被这群画女搞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扑向油画少女。姐姐，贴。我隔着画框抚摸白裙少女的眼睛，惊叹道：难怪我第一次去卢浮宫的时候没有感觉，因为独属于我的蒙娜丽莎早已遇见。天哪，像大海一样深邃的眼眸，跪求同款美瞳，呜。白裙少女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我又3两步跳到隔壁的金发少女油画面前，啧称赞：哇塞，这和太阳一样耀眼发光的美貌。回去我就把头发染成白金色。金发少女脸上的红晕愈发明显。我不是在说假话，我是真喜欢这群油画少女的颜。于是我将手机调成自拍模式，挨个和每位油画少女合了影。照片里我笑容灿烂，她们眼神柔和，有种突破次元壁的和谐。好神经的走向。不是，也没人和我说这群鬼怪真吃彩虹屁加土味情话这套啊。虽然但是苏颂玉一口一个姐姐你好美，我隔着屏幕都有点被夸迷糊了。这群画女只是开胃菜，她那个房间里估计还有很多高等级鬼怪等着她呢。我收起手机，哼着歌推开了房门。入目是一张豪华大床，被子正中间还有不正常的隆起。我没多想，伸了个懒腰，一把扑到了床上。身下传来小女孩的惨叫声，哎呀，我要被你压死了！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掀开被子。小女孩穿着洋装，她左半张脸完好，右半张脸却坑坑洼洼的，止不住的在流血。估计在 cos 什么动漫人物，结果跑错房间了。我有些愧疚，不好意思啊，妹妹，我90斤的体重100斤的反骨，还好你还能喘口气。闻言，她眨了眨眼，脸上霎时多出一条血泪，温热的血液滴溅到我的手背上，传来湿润的微妙触感。哪个牌子的番茄酱啊，还挺逼真，搞得我都想吃薯条了。还有，现在的小孩连 cos 都这么还原了吗？真是太敬业了。见我没有反应，小女孩瘪了瘪嘴，随即她扬起一抹恶意的笑容，然后猛地抱住我的脖子，在我耳边悠悠道：姐姐，你觉得我丑吗？要说实话哦，我最讨厌撒谎的大人喽，嘻嘻嘻。送命题来了。之前看过这个副本的我表示，不管回答丑不丑，只要不真诚，小女孩都有理由攻击你哦。完了，苏颂玉在劫难逃。闻言，我挠了挠下巴，仔细打量了一下她。她右半张脸上那些坑坑洼洼的伤痕，像是被人一刀一刀割出来的，根本不是妆造。心下一沉，我将她脸上的血液仔细抹匀，然后一把抱住小女孩，吧唧亲了一口。宝宝，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草莓红豆雪媚娘。小女孩猝不及防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话锋一转，语气严肃，但是再怎么喜欢 cos， 也不能做这种伤害自己的事情。我蹭了蹭她脸上的伤痕，长吁短叹道：宝贝，你对自己下手这么狠，真是心疼死依依啦，一定很疼吧？小女孩垂眸推开我，却没有说话。糟了，遇到叛逆小朋友了。我挑了挑眉，反手给她一个暴力。怕她生气，我又赶紧弯腰亲了她脸颊一口，语气温柔的快要滴出水。小可爱，听到没有？对待祖国的花朵，我深谙要先给一个甜枣，再打一个巴掌，然后再给一个甜枣的道理。果然，小女孩根本扛不住我的攻势，她红着脸点了点头。我摸了摸她柔顺的头发，指了指门口，欣慰地笑了：乖，玩去吧。小女孩1步3回头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关门前，她还很有礼貌地跟我说：依依再见，下次再来找你玩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能徒手拧下人头的暴力萝莉吗？重生之我在恐怖游戏里治愈鬼怪，单扣1个9，因为6番了。该说不说，这小子哄女孩子真有一套啊。确认小女孩离开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跑去厕所洗了把脸。这不是乙女游戏吗？怎么攻略人物还没有出现？我抬起头，突然发现镜子浮起了一层薄雾，上面飘出几个血红到刺眼的大字：今晚我会来找你。直觉告诉我，写这句话的就是乙游男主。我的妈，我的老，我的大脑变大枣，我的老公你别跑！为了迎接男主，我把自己洗香香，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然而时钟直指12点，那人都没有出现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放鸽子了。就在我双手叉腰，生气跺脚的时候，电视机忽然自己打开了。镜头里，一个身着红衣的男人背对着我。我瞪大眼睛，他缓缓转头，正脸被及腰的长发掩盖，如血液般鲜艳的红衣和乌黑柔顺的长发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我放轻呼吸，他歪了歪头，一步步走向我，距离越拉越小，
终于，红衣男鬼以一个诡异扭曲的姿势从电视机里爬出，长发被他撩到耳后，我这才发现他没有五官。弹幕都替我默哀，新人喂，大 boss 都亲自出场了，看来这个妹子注定活不到今晚。无脸男，我3直狂掉啊！我咽了口水，这个乙游男主出场方式还挺奇特的哈，真拓次元壁。目光向下，我窥到了他红一下结实挺拔的胸肌和劲瘦有力的腰肢，确认过眼神，还是熟悉的双开门。然而，这位男主身材再怎么好，也不能掩盖他刚才不守时的缺点。想到这里，我蹦到他面前，一脸幽怨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吗？”作为一个合格的乙游玩家，攻略第一步自然是和男主拉近距离了。刚站直的红衣男鬼，他动了动手臂，我这才发现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。来就来吗？还给我带礼物过来，真是怪客气的。我娇羞的低下头，看也不看的收下那把刀，顺便和红衣男鬼十指相扣。哎呦喂，好修长的手指！红衣男鬼后退一步，想挣脱我却顺势摸上了他的脸颊，眼底有光。你这个类型的，朕从未见过。虽然他没五官，但我并不害怕，毕竟这可是我那颜狗闺蜜亲自认证的高颜值乙游。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是个捏脸游戏。想到这里，我无比兴奋，不但在原地拿着那把刀转圈圈，我还连环炮似的对着红衣男鬼发问：“小红衣，你今晚是专门为我而来的是吗？”我真的好开心啊！乖乖，你可以变成可爱的狗狗演美少年吗？我最喜欢这种类型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介意我直接喊你老公吗？如果介意的话，那我喊你老婆也可以呀。红衣男鬼被我说的一愣一愣的，他犹豫半晌，用手抹了把脸。很快，一张白嫩嫩且极具少年感的脸出现在我面前。这男主能处，有狗狗演他是真变啊！古希腊掌管心软的神。我吸溜了一下口水，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变态，红衣男鬼僵硬了一瞬，想要重新爬回电视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。看到他迟疑的模样，我语气愤怒，撩完就跑。宝贝，这是谁教你的坏习惯？该罚，不想对我负责了是不是？说话。红衣男鬼脸红了，他结巴道：“想的。”声音还怪清澈好听的耶，真是捡到宝了。我捂嘴娇笑了一下，随即主动挽住红衣男鬼的胳膊，撒娇道：“我就知道我们是双向奔赴的爱情。”顿了顿，我又眨巴着眼睛问他：“乖宝，聊了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”他软软道：“我叫蓝辞。”好，一听就很乙游男主。将这2个字默默在心里过了一遍，我笑眯眯地指了指那张豪华大床：“好，蓝辞宝贝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那我们开始睡觉吧。”蓝辞又开始结巴了：“睡觉。”攻略第2步，和男主近距离接触。怕他拒绝，我一把将蓝辞推倒在床上，然后缩进他怀里，闭眼享受。蓝辞愣了愣，那双狗狗眼湿漉漉地看着我。我玩心大起，继续调戏他：“笨蛋，愣着干什么？抱我呀！”闻言，蓝辞小心翼翼地将手搭在我的腰间，默默将我拥紧，那动作生疏得很。我暗暗偷笑，这乙游男主好纯哦，看来通关指日可待。殊不知弹幕早已炸了，苏颂玉你真是昏了头了，什么都吃得下，可以说嘛？我看红衣男鬼你也是风韵犹存啊。默默看了眼直播标题，这是恐怖游戏没错呀，你俩那暧昧的氛围是怎么回事？突然意识到我送姐选单间的动机，背后原因令人暖心。起猛了，看到 BOSS 被玩家拐跑了。次日我醒来的时候，蓝辞已经不见了，但我并不意外，乙游男主吗？总是要保持一些神秘感的啦。我慢悠悠地打开房门，发现好多玩家都围在楼梯旁边。地上有着像是某种物体被拖拽的痕迹，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残肢的器官，而正对着楼梯的那个房间更是惨烈无比，墙上都布满了猩红的血液，显然是进行了一场恶战。这不是乙女游戏吗？怎么还会死人？算了，应该是特效吧。顾悠眼尖地发现了我，他小跑过来，语气低落：“宋姐，那个房间的玩家全部死光了，我好害怕。”看顾悠精神状态不对，我意识到什么，连忙用手掌盖住他的眼睛，安抚道：“不要回想，你会顺利回到原世界的。”顾悠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，我移开手掌，身旁却突然传来一道冷笑：“连这种场面都会害怕，你这女人还是早点退出游戏，回家喝奶吧。”我诧异回头，发现花臂男正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。和昨天相比，我敏锐地意识到他的状态变差了，但花臂男态度这么差，我自然没有好心提醒的想法，耸耸肩拉着顾悠下楼了。顾悠拉着我的衣角，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道：“宋姐，你离那个花臂男远点。”我怀疑他杀了他队友。昨晚我一直蹲守在直播间，花臂男为了获取技能点，亲手将他队友推向化女，这也太冷酷了吧，有点想吐。楼上的别太圣母，这可是恐怖游戏，花臂男为了自保做出这种行为也不奇怪吧？就是都无限流了，玩家一直和平共处也太无聊了，打起来。我垂下眼眸，轻声道：“别怕，任何被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”顾悠没有听清，疑惑地压了一声。
不等我再次重复，脑海里又响起了那道好听的男声：“各位玩家，用餐时间到。”古堡的主人得知有很多客人前来做客，高兴坏了，特地吩咐佣人为你们准备了丰富的佳肴，快去享用吧。请注意，古堡主人脾气很差，请不要轻易违抗他的命令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当然，你不会想知道后果是什么的。闻言，所有玩家都飞快地跑下楼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跑什么，但我还是紧跟潮流，随手找了个位置坐下。上方传来一阵掌声，我这才注意到，一个穿着燕尾服的臃肿老头正坐在最前方。他笑眯眯道：“既然宾客们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上菜吧。”佣人们动作很快，餐桌上瞬间摆满了菜品，但所有人都没有动作。鲜红的肉块在大锅里翻滚着，一下变得熟透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切得整整齐齐的牛排也规律地摆放在众人面前。肉是好肉，但结合一下今早楼梯上发生的事件，就让人担忧这些肉的具体成分到底是什么了。我默默放下手中的叉子，决定要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游戏的性质。看来不是单纯的乙游，而是惊悚恐怖乙游。燕尾服老头自己大快朵颐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他不说话，瞬间怒了。他一拍桌子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吃？”还是没有人理他，死一般的寂静，像极了我高中老师点名时候的样子。燕尾服老头磨了磨牙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最讨厌不礼貌的客人。”话毕，他的身躯瞬间变大5倍，关节诡异地朝各个方向扭动着。那双诡异的小黑眼珠扫视着大厅里的所有玩家，无声无息地咧开嘴角。月圆之夜，他化身为狼人模样。谢谢楼上，一下子不害怕了。HHH 等等，这个燕尾服老头好像也是个游戏 BOSS， 但一个副本不是只能有一个 BOSS 吗？还有，已知共有9位玩家，昨晚死了3个。那餐桌上除了燕尾服老头，为什么还有7个人？玩家们都有所准备，燕尾服老头一变异，便立刻四处逃开。我正准备化身为一条灵活的鱼，余光突然瞥到旁边戴着口罩的帅哥一动不动，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眼看燕尾服老头已经盯上我俩，我咬了咬牙，善心大发，一把拽住他跑了起来。我查到了，这个副本是游戏新开创的 S 级融合副本，一共有3个 BOSS： 红衣男鬼、燕尾服老头以及一个触手怪。哇哦，如果触手怪这时出现了，那岂不是地狱难度？好像已经出现了，就是苏颂玉手里拉着的那位。楼上的你认真的？我人傻了，我宋姐到底是什么人间倒霉蛋体质啊？我拿出了生平最快的跑步速度，双腿舞成一道残影，闪身到1楼最里面的小杂物间后，我火速关上了门，气喘吁吁。一回头，口罩帅哥默不作声地站在我后面，那双漂亮的眼睛悠悠地看着我。于是我主动搭话：“嗨，这真是我玩过的最刺激的乙游，你觉得呢？”口罩帅哥依然安静地站在原地。有什么滑溜溜的东西缠上我的脚踝，我没有在意，而是了然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个社恐。我叫苏颂玉，你叫什么名字哇？”口罩帅哥终于发话了，他怪笑一声，声音低沉：“我叫祝阳，不过你无需知道我的名字，因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”我瞪大眼睛：“啥？这哥中二病犯了？”话音刚落，祝阳的身后就伸出数十根粉色触手，朝我席卷而来。他摘下口罩，露出那张精致到不似凡人的帅气脸庞与尖尖的獠牙。我眨了眨眼，有些怀疑人生。就在那些粉色触手要彻底碰到我的时候，我抬起手臂，一把抓住了他们。感受着这 Q 弹的触感，我兴奋地捏了一下又一下，然后窜到祝阳面前。我靠，哥，你这身皮肤哪里买的？看起来也太酷炫了吧！还有这獠牙，太有个性了。回去我们加个微信好友吧。难怪说话这么狂妄，原来他是氪金玩家呀。话说，我进游戏的时候怎么没看到换装按钮？肯定是我太急了吧？看到我的反应，祝阳抿了抿唇，一脸困惑：“苏颂玉，你怎么不怕我？”我正认真地在给粉色触手扎小辫子，闻言嘿嘿一笑，语气神秘：“你不知道有种 XP 叫人外吗？”祝阳脸上平静的面具彻底裂开，显示出震撼的表情。我被他逗笑了，继续加码：“哥，虽然你是氪金玩家，但终究是慢了我一步，我已经和乙游男主谈上恋爱了。”祝阳诡异地看着我：“他长什么样？”我缓慢抚摸着触手，得意道：“一身红衣，长得也很卡哇伊，昨天大晚上的还缠着我不放呢。”红衣、卡哇伊、大晚上。祝阳重复了一遍这2个词，随即颤抖道：“蓝词。”我猛地点点头，然后挑起了眉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祝阳没有说话，似乎陷入了沉思。别人来恐怖游戏，颤抖逃亡，并接受 BOSS 和 NPC 的恐吓毒打。宋姐来恐怖游戏，快乐摸鱼，并和高颜值 BOSS 来场甜蜜。触手怪的脸已变成了调色盘，3分抓狂，3分讶然，4分麻木。触手怪今晚激情发帖：“家人们，我同事和我要追杀的对象搞在一起了，该不该举报他们的办公室恋情？”半夜，触手怪从床上惊醒，坐起来怒吼：“不是，你们有病吧？怎么敢在恐怖世界里搞纯爱的呀？”只有我注意到他给触手打了个结吗？好可爱 ，HHHH 宝贝亲亲。正当我还想继续追问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巨大的打斗声。
透过猫眼，我看到燕尾服老头正在走廊处追杀花臂男，而顾优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燕尾服老头一个大招闪出，花臂男被击中，他赶紧爬起来冲向顾优，看样子是想用他拖延时间。我顾不上更多，赶紧冲过去抱起顾优，飞速离开。花臂男扑了个空，狠狠摔倒在地。燕尾服老头抓住了他，背后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。我抱紧顾优，随手拉开了一个房间。哀伤的钢琴声响起，小女孩正低头弹着钢琴。放心了，这场是熟人局。我将顾优放到床上，转头喊道：甜心，我来找你玩了。然而和昨天晚上不同，小女孩像是看不见我们，她只是沉默地坐在钢琴前面，一遍又一遍地按着琴键，身旁还摆放着一本日记。脑海里响起系统音：恭喜玩家解锁隐藏任务，这座古堡处处透露着不寻常，请你做一回侦探，解开古堡的秘密吧。确认顾优只是昏迷了以后，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。这个引诱真有趣，不但可以和帅哥贴贴，还能刺激探险。我打开了那本日记。2002年5月5日，妈妈死了，我很伤心，爸爸也很伤心。2002年7月12日，爸爸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漂亮姐姐，我跟她大吵了一架，我不能接受自己这么快就要有新妈妈。2002年7月18日，那个姐姐笑起来很温柔，可是我从前天开始就再也没见过她。2002年9月15日，爸爸又带回来一个漂亮姐姐，这个姐姐像一朵热辣的玫瑰花，可是她很快又消失不见了。2003年1月20日，爸爸最近像换了一个人，他开始酗酒，开始打我，还用刀子往我脸上戳，我好疼啊，我好想哭，可是爸爸威胁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然就会杀了我。2003年1月21日，女佣姐姐看到我脸上的伤疤了，她很心疼，她抱住我，告诉我千万不要去顶楼。2003年3月3日，女佣姐姐也消失了，古堡里只有我和爸爸2个人了，我真的好害怕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爸爸不在家，我决定去顶楼一探究竟。如果有人能陪着我就好了。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合上笔记本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小女孩还在反复弹奏着那首萧瑟的钢琴曲，我想要触摸她的疤痕，却摸了个空，因为小女孩是透明的投影。望着她落寞的侧脸，我自言自语道：抱歉宝贝，是依依来晚了。说完，我握紧拳头，夺门而出，直冲顶楼计划启动。因为跑得太急，我一个脚滑，差点摔下楼梯。关键时刻，腰间被轻轻扶了一下，我疑惑转头，发现有一抹一闪而过的红色身影，心下了然，我勾起一抹甜蜜的笑容。好你个小蓝瓷，居然一直在暗中观察我。顶楼只有一间房，房门布满灰尘，看起来很是陈旧，门上插着一把血红的钥匙。我扭动钥匙，打开房门，入墓地场面触目惊心，里面满墙满地都是干涸的血液。房间正中央摆着祭台，祭台四周躺着10个被挖了心脏、死不瞑目的年轻女孩。我凑近一看，发现她们的脸庞与2楼走廊上的油画女孩一模一样。这时，一段不属于我的记忆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原来，古堡主人的妻子去世后，他伤心欲绝，想复活妻子，在尝试了很多种方法，却都接连失败后，古堡主人心灰意冷。这时，一个修士找上门来说自己有一计，只要找10个和妻子相似的女孩，取出她们的心脏，再摆个有效阵法，就能召唤邪神复活妻子。这个计划听起来是如此荒谬，可古堡主人走投无路，竟相信了这个修士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渐渐失去人性，爱上了杀戮的感觉。修士早已卷钱跑路，待古堡主人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杀光了古堡里的所有人，其中包括他最疼爱的女儿。古堡主人悲痛欲绝，自杀身亡。从此，这座名扬一时的古堡彻底成为了被人遗弃的鬼堡。记忆结束的那一瞬间，脑海里响起叮咚一声：您已解锁古堡的秘密，恭喜您完成隐藏任务。但是谁说完成任务就一定会有奖励呢？嘻嘻嘻。听到这件嘻嘻的声音，我沉默了。好好好，惹到我，你算是踢到棉花了。这时门口突然传来异响，我回头一看，燕尾服老头臃肿庞大的身躯正堵在门口，他的面容苍白而僵硬，黑洞洞的眼窝直勾勾地盯着我，露出一个扭曲而夸张的微笑。燕尾服老头的精神状态已经彻底被污染，他狞笑着朝我爬了过来，嘴里念叨着：再杀一个，再杀一个就能复活他了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和老头巨大可怖的身躯相比，我看起来是如此的瘦弱不堪。与此同时，原本躺在地上的10具尸体也齐刷刷坐了起来，往我的方向移动，前后夹击，看起来我必死无疑。弹幕都替我捏了一把冷汗，宋姐快跑啊！这个 boss 长得好畸形，有点想吐。卧槽卧槽，他移动速度好快，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吧！背后还冒出了10个女鬼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保持冷静，神色淡定地拿出了兜里的手机，打开和油画女孩们的合照后，我朝移动女鬼的方向举起手机，笑容灿烂。嘿，漂亮姐姐们，你们都不认识我了吗？女鬼们移动速度不变，好吧，看来这招对他们没用。嘤嘤嘤，
我有些遗憾，用手指在手机上点了点，随后念了一串咒语，大吼道：“复活吧，我的爱人！”照片上霎时爆发出一阵金色光芒，女鬼们像是一下子冲破了禁锢，恢复神智，而她们朝我伸出的利爪也一下子收了回来。我心中大喜，被这个破游戏一直限制的净化能力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好家伙，苏颂玉居然是真大佬！不是，这个能力怎么这么眼熟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位之前让鬼怪闻风丧胆的女人也拥有这个能力。楼上，我有个大胆的猜想。紧接着，燕尾服老头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我扭头一看，小女孩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她手里拿着一个大斧头，正在和老头作战。看到我，她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咦，别怕，我来帮你了。”我给小女孩隔空点了个大大的赞，然后朝女鬼们微笑道：“姐姐们，去报你们该报的仇吧。”女鬼们围着我，齐声说了句谢谢，便以鬼魅般的速度朝燕尾服老头扑了过去。那个金发少女更是给了我一个飞吻，我受宠若惊。趁着他们围殴老头的时候，我赶紧打开房门溜了出去。然而刚出门，我就发现熟悉的两个男人在楼梯上吵了起来。祝阳挥舞着触手，嗤笑道：“大晚上跑去他的房间，什么成分不必多说。”蓝辞漂浮在空中，面容冷淡：“这是我和他的情趣，你懂什么？”祝阳微微一笑，可是他亲口说他更喜欢人外耶。蓝辞面无表情，空口无凭。两人眼看谁也说不过谁，干脆打了起来。这一脚我竟不知该不该迈。或许是我的动静太大，把祝阳的目光吸引了过来。他抽身离开，粉嫩可爱的触手一下子勾住了我的小腿，还是缠了好几圈的那种。蓝辞不甘示弱，悠悠地飘到我身边，搭着我的肩膀喊老婆。我进退两难，两张类型不同但同样帅气的脸颊死死盯着我，异口同声道：“苏颂玉，我和他，你选谁？”这下是真，恐怖游戏变乙女游戏了。弹幕都在看好戏，我真的要笑死。两个恐怖游戏 BOSS 在这里为女人争风吃醋，就我一个人好奇宋姐会选谁吗？但是我真的不是切到恋综频道了吗？区区两根，我本着端水大师的原则，一手牵一个，不赞同的摇摇头道：“哎，你们就是思想太落后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三个人一起快乐的生活呢？毕竟你们都是我的翅膀啊！”鬼怪们愣住了，弹幕炸了，而我幸福的笑了。趁着他俩呆住的时候，我闭着眼睛念了句净化的咒语，随后我同时勾了勾两人的手指，似笑非笑道：“都想起来了吗？”顺带切断了随身直播。祝阳反应最大，他一把甩开我的手，结巴道：“对，队长。”蓝辞眼底闪过一丝迷茫，渐渐的，他的目光变得清明。他紧紧注视着我，嗓音酸涩：“阿宋，你果然来找我们了。”我松开牵着蓝辞的手，双手环胸道：“废话不多说，这个副本应该快结束了。我会先将你们两个送回现实世界，再去下一个副本找我妹和欢欢。我已经锁定好了他俩的位置。”闻言，祝阳霎时红了眼眶，粉色触手温柔地缠绕在我的胳膊上。我听到他脆弱的声音：“队长，我要和你待在一起。”蓝辞也闷闷不乐道：“阿宋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回到游戏里救我们，我和祝阳哪有让你一个人去闯关的道理？”就知道他俩会是这个反应。我叹了口气，用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严肃道：“听着，我被这个游戏盯上了。这次我是通过卡 bug 的方式进来的，所以你们必须回到现实世界，找到我的公寓，替我保证一下我的人身安全。乖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是相信我一次好吗？我一定会把我妹和欢欢平安带回来的。”闻言，蓝辞和祝阳互相瞪了对方一眼，随即都不情不愿地嗯了一声。我抿唇笑了笑，在他们的脸上一人贴了一张传送符。很快，蓝辞和祝阳便消失在原地。顶楼房间里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，我估计小女孩和女鬼姐姐们已经解决了那个燕尾服老头。这个副本里的游戏 BOSS 已经全部消失。下一刻，古堡开始剧烈摇晃，无数碎片破碎又重组。脑海里传来熟悉的系统音：“恭喜玩家苏颂玉成功通过迷幻古堡副本，是否选择被传送到下一个副本校园大逃杀之中？”我疯狂叩视。好的，请做好准备，如果没做好准备的话，那就等死吧。我叫苏颂玉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生。然而，在我和妹妹同时被拉入恐怖游戏后，我们的生活同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原本平静温馨的生活离我们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恐慌与疲惫。好在我和妹妹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在闯关副本的过程中结识了另外3位朋友，组建了一个5人小队。我能力最强，被推举为队长。传言中，只要队伍顺利升级成5星，所有队员就能向传说中的神灵提出一个要求。我们5人相互支撑，发誓要将团队升级成5星，早日逃出这个恐怖游戏。然而，在4星升5星的最后一个副本中，我们遇到了有史以来数量最多也最是棘手的怪物。我身受重伤，队员们更是都为救我而死。副本顺利通过，我们的队伍升级成了梦寐以求的5星。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
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存活下来了。妹妹谢夏欢、兰慈、祝阳，他们都死了，连骨灰都没有留下，被永永远远地留在了游戏世界中。和传言不同，游戏并没有问我的意愿，而是直接将我送回了现实世界。他们甚至想要在传送过程中消除我的记忆，消除我在恐怖游戏中发生的一切。可我太恨了，恨到动用了所有的意志力，才不至于让自己忘记他们，忘记这恶意满满的游戏。游戏并不信任我，我能感受到，他甚至在忌惮我。刚被送回现实世界的那一年里，我能感受到一只无形之眼一直在暗中监控着我。于是，我也装作浑然不觉的模样，过着来到游戏之前的生活，将自己塑造成乙女游戏的狂热者。终于，他们对我的防御之心减弱了。我确信，意念越强，游戏选中你的几率就越大。但我好像被他们拉入了黑名单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我借着新出的顶级乙游的幌子，爆发出惊人的意念，强行将自己挤入了恐怖游戏。茫茫副本中，我挑中了迷幻古堡，因为我能感受到我的2个队友都在这里。勉强卡进这个副本后，我发现自己的技能全部被冻结了，一时半会恢复不了。为了不引起游戏总部的注意，我不准备强行动用精神力。但来都来了，我有把握将我的队友们全都带走。杀千刀的恐怖游戏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，老娘一定会创飞你。